朋友们，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有太多人呢修行到走火入魔了，都还不自知。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回眼观一下，你就会明白其中的缘由。当下有太多的人越修越神秘，越修越离谱了。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，有多少人都以为所谓的神佛就是在庙堂里的那座庄严肃穆的雕像，可是你随便翻看一本经书就会明白，这已经是着相了。佛陀呢早就告诉过我们，佛根本就不在外面，而在众生内在的那颗不生不灭的菩提心，它就是佛呀。你去拜佛的目的呢，是拜你自己这颗执着已久的菩提心而已。又有多少人呢，听到一些专有名词，比如什么天堂、地狱，什么净土、极乐，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举例了，就是从内心深处以为经典所讲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，这可已经是着了法相。我们要记住一点，除心之外哪来的第二个世界呢？心外无你所看到的各种相，它们都是由你的心幻化出来的影子而已。王阳明也说过，心外无物，心外的一切都是你内心的显化。所以说心外根本无天堂也无地狱。还有很多人呢，每天都坚持读经文，读了无数遍，自己也抄写了无数遍，忙的是不可开交，总是幻想自己只要足够的努力就能觉悟，达到大彻大悟的境地。可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妄心。我们所有的经典圣文，所有的信息，甚至几千年来所有的觉者留下的信息，它们的作用充其量只有一个，就是指一个方向而已。它并不能真正的把谁推向大彻大悟的境地。当然，我们说大彻大悟其实也只是一个方便说，但是绝大多数人总是想通过修行去达成什么，总是希望以这些信息去直接迈入到大彻大悟的层面。其实不断的追逐经典圣文，就和你在世间不断的追逐财色名利是一样的。你执着这些经典，那这些经典呢，也就成了你的缘了。如果你特别喜欢攀这个缘，用攀缘心着在这些经典上的话，那你就永远看不到这些经典的本质了。圣人和经典里所讲的道理呢，其实都是语言文字呈现出来的外相，就好比一个工匠师用金子打造的圣人塑像一样，是让你通过这个圣人的塑像见到金子的本质，而不是执着在这个塑像的外形外相上面。道理再好也是讲不出真理来的，因为真理是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形容的，是不可说的。就像我给你形容苹果的味道一样，即使我用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和文字，也没办法精准地表达它，只有你自己亲自品尝，亲自去体悟才行。当你体悟到的时候，你也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精准地表达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是经常看我们内容的朋友，你现在已经明白了真心本性到底是什么了，接下来就应该去好好的参悟，把这些道理跟你的真心本性契合在一起，成为你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亲自证悟它就行了，而不是抓着道理不放。就算你放下了世间的财色名利，但如果你放不下那些道理，还是在同样的抓取，同样的不舍，同样的着在了这种相上面，这还是没有放下攀缘心。就好比用漏勺从锅里捞饺子一样，饺子捞到了，但你还是抱着那个大漏勺不放，然后呢，迷迷糊糊的在饺子面前挨饿。你坐船明明过河上岸了，身上呢却总背着船不放，然后呢，迷迷糊糊的困死在船上。其实那些圣人经典就和送你过河的船一样，只是你过河的工具。你上岸了，这些道理就没用了。它们的本质呢，
都是让你找回自己真心的助缘而已，也就是所谓的指月手指。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呢，不是为了让你研究这个指月手指的，而是为你指明方向，你却总抓着手指不放，结果呢，真正的月亮没找到，反倒呢把手指当成了月亮，最后你不仅失去了月亮，甚至连手指都搞不清楚了。很多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，才能意识到真心的存在。那不学的时候，真心难道就不存在了吗？真心是有体的，是有根据地的，而你去分别、去攀缘的那个虚妄的心是没有体的。如果没有外界的人去刺激它，这个妄心是不会升起的。所以当你又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又开始起烦恼的时候，你就问一下自己，你说念头你从哪里来呢？你的念头就怕你问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虚妄的，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，没有体，总是在不断的变化，说没就没了。所以当别人惹你生气的时候，这个气从哪里来的呢？真的是从别人那里来的吗？别人又没有在你的心里，怎么可能从别人那里来的呢？如果非要认为从别人那里来，除非这个人在你的分别心里，而你的分别心本身就是妄心，是没有体的，不是你的真心，你在乎他干什么呢？这种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问一下你自己的妄心，你从哪里来的呢？他立刻就蒙圈了，灰溜溜就走了。遇到其他烦恼的事儿也是一样，只要识得真心，你就不怕妄心了。不识真心，你学再多的道理，再多的法门都是没有益处的。而要想回归真心呢，就要识得你的真心，识破你的妄心，只有破妄才能归真。这样修行的话，方向就不会偏了。为什么要回归真心呢？因为你的真心是有体的，不管有没有外境外相，它一直都在，是常住不灭的，就像开旅店的店主一样，不管客人来了走，走了来，他一直都在这个旅店的根据地。再举个例子，好比你在电影院看电影，白布是电影的体用，白布做成的长方形的荧幕是白布的像，在荧幕上放电影是这块白布的用。通过放电影这个体相用的事实呢，去参悟你的真心。首先，你要知道，无论是放电影还是没放电影，这个白布的体一直都在，不能说放电影就在，不放电影就不在了。这个体它一直都在的。那怎么找你的真心呢？通过电影荧幕这个像去看白布，尤其在放电影的时候，不要被荧幕上的电影情节干扰和牵引。比如在电影剧情里着大火了，白布呢常驻不灭，剧情里被炸弹炸了个大坑，白布呢不增不减，剧情呢大喜大悲，白布呢如如不动，剧情中出现了垃圾，白布呢不垢不净，剧情中出现了美轮美奂的风景和错综复杂的故事，说明这个白布呢能生万象。如果在你看电影的时候，能跳出电影勾人的情节，发现白布的存在，那恭喜你，你就识得你的真心了。电影上的人在骂你，或者有什么人什么事惹你生气了，气得你刚要对骂，看到白布，立刻做到从入世到出世，回到自己的真心上。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呢都一样，穿过电影这个虚幻的影像，看白布就行。当然了，这个放电影的白布呢只是个比喻而已，因为白布呢是有形的体，而我们的真心呢是没有形的体。既然没有形，就是无相的，所以呢无相就是实相，明白了吗？其实当你真的看了所有的经典之后，
你就会非常的清楚，他们只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让我们所有处在无明的众生，能够做到真的识得你自己的真心，见到你自己的本性，也再没有其他的作用了。而所有的经典呢，也都是讲的心地上的事儿。那些所谓的心外求佛、心外求道、书中求佛、书中求道的人，都是走火入魔的人。修行人不向外求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心就是承载和发生一切现象的大道。真正领悟到这个真心时，反而不觉得有所领悟；真正悟道时，反而不觉得额外得到了什么。因为真心与道一直都是自己，自己无法再次获得自己，所以用自己的真心去谋求心外的道，只是真心产生的种种妄想而已，所以是种种妄心。所以人在迷惑的时候，心中有佛有法这样的概念需要去追求，但是真正醒悟后，才发现自己能发生一切的真心就是真佛本身，同时也领悟到真心就在自己正在发生的一切点滴身心现象中，所以心中不再额外产生佛道这样多余的念头概念去追求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而那些真正能够做到以经典为镜子，以众生为镜子，做到内观自性的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修行人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